你可千万不能去啊！为什么？那儿闹鬼，闹鬼啊！如今啊，一个住客都没有，全存的是棺材呀！哼，这个年头哪有什么鬼啊？如果是你为了省钱会住这种凶宅吗？先别急着回答，看到最后一定会震碎你的三观。这是风月大师李翰祥50年前的经典之作，他将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和民国时期军阀的荒诞演绎得淋漓尽致。故事开始，穷学生小许为了考大学来到城里，可旅馆太贵，他根本住不起。朋友给他支了个招，让他去山东会馆借宿。小许来到一家面馆，顺口就跟掌柜的打听山东会馆在哪。掌柜的一听这名字，脸都白了，劝他可千万别去。为啥？因为那地方闹鬼，据说现在一个住客都没有，整个院子全都用来停放棺材，阴气重的能把人冻成冰棍。小许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文化人，压根不信这套封建迷信，他觉得光天化日之下哪来的什么妖魔鬼怪。可就在这时，街上一阵骚动，一队人马前呼后拥地走了过来。掌柜的立马介绍，这位就是住在山东会馆隔壁的孙大帅。这大帅可不简单，人送外号三多九如，钱多儿子多，姨太太的姘头多，家里还有9个貌美如花的姨太太。小许就纳闷了，这么个大人物住在鬼屋旁边，他就不怕吗？掌柜的撇撇嘴说，人家鸿运当头，阳气旺鬼，见了都得绕道走。小许听完反而更坚定了决心，心想我运气也不差，怕个球。于是他不听老人言，直奔山东会馆而去。只见这会馆果然是破败不堪，大门紧锁，院子里杂草丛生，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院子走廊一旁更是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红漆大棺材。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出现。经过询问才知道，原来这是山东会馆的武馆事。小许急忙拿出了朋友的介绍信，一看小许是朋友介绍来的，老吴倒也热情，立刻就带他进了院。老吴把小许领进一间客房，放下钥匙就准备走。小许忍不住好奇，问老吴这儿是不是真的不干净。老吴先是装傻，说回头给他打扫打扫。小许直接挑明了，问是不是闹鬼。这下老吴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压低声音告诉小许，夜里要是听见什么动静，千万别好奇，只管蒙头睡大觉，绝对不能爬起来看。他还神神叨叨地指着屋里的一个牌位说，那是大仙，让小许早晚一炉香，多磕头，少管闲事，保准平安无事。这番话非但没让小许安心，反而让他心里更加发毛。当天晚上，小许洗漱干净，准备脱衣睡觉，突然房顶震动了起来，就像要地震一样。隔壁院子里传来一阵阵女人的尖叫和诡异的笑声，听得人头皮发麻。出于好奇心，小许就爬上房顶偷看隔壁孙大帅家的情况。只见2个模糊的人影正在那里翩翩起舞。可就在此时，突然下起了大雾，小许打算回屋睡觉。就在此时，一个黑影突然出现，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了女人惨叫声。这也再一次勾起了小许的好奇心。就在小许想要靠近一些看个清楚的时候，那个黑影突然向他扑来。经过一番搏斗后，小许最终被黑影打晕。可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一早，小许跟没事人一样醒来，破掉的房顶也恢复了原样。就在小许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的时候，窗户外面突然出现个黑影。小许大惊失色，急忙向外望去，原来是虚惊一场，老吴正在那里锻炼身体。可小许还是心有疑惑，因为昨晚那个梦太真实了，于是就想爬上房顶看个清楚。结果老吴不知道什么时候蹲在房顶，把他吓得摔了下来。老吴告诉他自己在房顶修瓦片，防止下雨的时候漏水。随后小许再次来到面馆吃饭，街坊邻居看见了，都说这小子命大，肯定是会馆里的大仙显灵保佑他。但也有人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鬼，就是那个武馆事在装神弄鬼。小许听着大家的议论，心里那股子倔劲上来了，他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个鬼给揪出来。夜幕再次降临，小许准备好梯子，准备爬上房顶来个人赃并获。可没想到无意间触发了房间内的机关，原来桌子底下是一条密道。小许顺着密道居然来到了孙大帅的院子中，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让他终生难忘。小许定睛一看，好家伙，这个黑影不就是隔壁的孙大帅吗？眼看黑影向自己走来，小许急忙躲进了密道中。眼看黑影戴上假发去了他的房间，好奇心爆棚的小许就想跟上去，结果被老吴拦住。老吴担心小许被好奇心害死，终于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了他。所谓的大仙就是孙大帅本人，老吴就是他雇来看场子的，负责散播闹鬼的谣言，把闲杂人等都吓跑，好方便大帅进行他那点奇葩的娱乐活动。老吴千叮咛万嘱咐，叫小许少管闲事，多睡觉，就是怕他撞破大帅的好事，惹来杀身之祸。小许听完真是哭笑不得，搞了半天自己差点因为撞破了军阀的特殊癖好而丢了小命。他总算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比鬼神更可怕更荒诞的是人心和某些大人物深藏不露的奇葩欲望。看到这里，你还敢住那些有闹鬼传说的凶宅吗？我是小 K， 我们下期见。